对于家庭常备药有3个基本原则：要别备太多，毕竟药不是用来嗑的，放久了也会过期，适量即可。细看说明书，你敢给自己随意估算用药量，药就敢给你随意估算健康值。不行去医院，吃饭都更愿意下馆子，而不是在家吃。那看病干嘛不去医院，而要在家自己熬呢？好了，下面我就按照家庭常见病症的顺序列一列需要备哪些常用药。以下药品都是非处方药，可以在各大正规药店买到。1. 感冒药。说明：感冒通常建议多喝水，多休息，因为感冒不吃药1周才能好，吃药7天就好了。目前市场上出售的感冒药，并不能治疗感冒本身，而是缓解流鼻涕、头疼、发烧、咳嗽等症状，让你舒服点。大同小异，选备1种就可以。注意，感冒药里含马来酸氯苯醚或者苯海拉明，可以缓解流鼻涕、流眼泪、打喷嚏等症状。维麻黄碱有助于缓解鼻塞，对乙酰氨基酚有助于缓解发烧、头痛、关节痛等症状。右美沙芬有助于缓解咳嗽的症状。建议不选含金刚烷胺的药，尽量选择单一有效成分的药，不重复用药，不要随便给孩子吃感冒药。2. 缓解鼻塞、流鼻涕药。说明：同成人使用方法不同，6个月以下的婴儿可以直接给他们用注射级别的生理盐水，也就是 0.9% 的氯化钠，用小滴管吸一点点，滴到宝宝鼻腔里面，可以起到滋润鼻腔的作用。6个月以上的婴幼，我们通常推荐使用儿童专用的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剂。成人缓解鼻塞可以用强甲唑林鼻腔喷雾剂5毫克每10毫升，它可以减轻鼻黏膜充血的症状。很多时候鼻塞是因为鼻黏膜充血了，减轻充血症状就能缓解鼻塞。强甲唑林也有针对2到6岁儿童的剂型， 1.25 毫克每5毫升。注意，强甲唑林每天最多使用2次，连续使用不要超过3天，因为有研究表明，如果连续使用此药物超过3天，它会有反弹效应，使鼻塞症状更严重。建议有人坐飞机时，由于气压的变化，鼻塞会很严重，也可以用强甲唑林来缓解症状。3. 退烧止疼药。说明：退烧止疼药通常推荐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除了退烧作用以外，这2个药也是常用的止疼药，可以用于缓解头疼、牙疼、痛经等很多疼痛症状。布洛芬同时还有抗炎的作用。注意，布洛芬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有胃溃疡的病人不能使用。家庭药箱里的药要将儿童和成人剂型分开存放。像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成人用的是片剂或胶囊剂，儿童就要用滴剂或混悬液。由于这2种药的儿童剂型口感很好，宝宝喜欢喝，家长应将药放在宝宝拿不到的地方，以免宝宝过量误食。安乃近、去痛片等退烧止疼药由于副作用大，早已经被淘汰，不推荐大家储备。4. 祛痰药。说明：咳嗽多半是因为有痰，所以治疗咳嗽主要还是要化痰。化痰性药物通常可以选用盐酸氨溴唑和乙酰半胱氨酸。针对刺激性干咳，唯一的一个非处方药是氰溴酸右美沙芬。注意，刺激性干咳一般使用的是抑制咳嗽反射中枢的镇咳药，这类药绝大多数是处方药，例如含有可卡因的糖浆，滥用会成瘾。盐酸氨溴唑和乙酰半胱氨酸分成人和儿童2种剂型，成人有片剂，儿童有糖浆剂或者颗粒剂。氰溴酸右美沙芬有成人和儿童通用的糖浆剂，也有成人的片剂。5. 腹泻用药。说明：腹泻最怕的是脱水，所以腹泻时有必要补充电解质和水分，推荐口服补液盐3和微生态调节剂。注意，腹泻次数较多，伴有发烧、脓血便等情况时，就不能只服口服补液盐了，尽快去看医生。如果呕吐严重无法进水或者无尿、少尿，也应该立即就医，不能自己买强力止泻药来吃。强力止泻药的原理是抑制肠道的反应，让肠道蠕动减缓，也就是说，吃了强力止泻药后，病毒或细菌就排不出去了，这样反而不好。但一些黏附剂性质的止泻药还是可以用的，如蒙脱石散。建议在腹泻的过程中，肠道的益生菌也会流失，因此腹泻时可以适当补充一些微生态调节剂，如培菲康、正长生、利珠长乐等。
要注意这一类药通常要求放在冰箱里保存。6. 便秘药，说明外用开塞露，内用乳果糖。注意，开塞露的有效成分是甘油，属于刺激性泻药，它是通过肛门插入给药，药物润滑肠道并且刺激肠道进行排便反射，激发肠道蠕动而排便。短期使用相对安全，长期使用很可能会导致对药物的依赖性，形成没有强烈刺激就不肯排便的习惯。7. 肠胃胀气药，说明治疗胃肠胀气可以使用西甲硅油，也叫2甲硅油，儿童和成人都可以用。它在肠道内起的作用是把肠道内的大气泡变成小气泡，并排出体外，我们也可以叫它消泡剂。这个药非常安全，婴儿也可以用，常用于缓解婴儿的肠绞痛症状，因为它只是在肠道内走一圈，不会被肠道吸收进血液，因此不会有全身的副作用。注意，用前看说明书。8. 眼药，说明推荐选备红霉素眼药膏和人工泪液。注意，眼睛有黄色分泌物，怀疑细菌感染时可以用红霉素眼药膏。红霉素眼药膏属于非处方的抗生素药膏，在药店里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到。人工泪液可以用于缓解电视、电脑、手机看多了造成的眼疲劳和眼睛干涩。药店里卖的聚乙烯醇滴眼药和羧甲基纤维素钠滴眼药都属于人工泪液类滴眼液，建议多看说明书。9. 外伤护理，说明遇到小型的摔伤擦伤，不建议用酒精消毒。一是因为酒精有刺激性，会使伤口很痛；二是不利于伤口的恢复。通常推荐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洗掉伤口上的污渍。如果伤口有出血，可以用棉签蘸碘伏去擦，所以家庭药箱里可以常备碘伏。现在还有一次性密封装的碘伏棉签。注意，现在还有些老人会用红药水和紫药水处理外伤。事实上，这两种药物目前国际上是禁用的。红药水里面含有红汞，汞是有毒性的，它可以通过破的伤口被人体吸收。紫药水的成分是龙胆子，它的杀菌作用比较弱，还会在伤口上面留下斑点。有人说用碘酒不是碘伏，但碘酒含酒精，擦伤口还是会疼的了，能不用就不用了。建议碘伏、创可贴这些家里可以常备，处理应急小伤口。10. 晕车药，说明晕车药推荐茶苯海明。注意，预防晕车通常首选下面的措施，包括乘车前24小时清淡饮食，避免高脂肪的大餐，尽量坐在汽车的前排座位上，通过挡风玻璃看到车子前行的方向，把头斜靠在座位上，眼睛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书、看报或玩游戏。建议实在不行再用药，可以在出发前30分钟服用茶苯海明。如果坐的是长途车，可以每4小时服药一次。此外，温度计、棉棒之类的辅助器材也都要准备点。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更多内容敬请订阅。